金马60了，我参加30周年了。在我刚刚成年，在那个心灵压抑又爱做梦的年代，在一场宋承寿导演的电影《古镜幽魂》中，我看到了林青霞。就像许多广大的华语电影观众一样，我迷失在那面古镜中，成了电影的幽魂，成了林青霞的影迷。不知道为什么讲林青霞，我会突然感觉害羞起来啊，也会变比较文青一点。半个世纪以来，林青霞不断以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锋刃的角色与美好的演技、形象，提供了我们源源不绝的动人故事。它跨越了地域与时间，成为我们集体记忆中最美好的回忆。现在即使布下荧幕，他仍然不断的学习、笔耕、写作，他的一颦一笑依然牵动我们的关注。他不仅是金马影后，他更是东方不败的超级巨星。我想大家一定很期待林青霞的新作吧，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个镜头就是背着书包准备去上学。我17岁从街上被发现，就是一张白纸。时间过得真快。拍的时候有接吻的戏，所以你的初吻第一次就在窗外里面啊。你那时候太嫩了啊，有一招叫接吻。请坐。得奖人是林青霞。从台下到领奖台来拿这个奖，对我来说好像走了几世纪这么远。Action， 看，再来 ，Action， 看，Action。我一个礼拜睡不到几个小时，一天差不多24小时都有通告。一到片场，我站着睡着了。那你说那个累到什么程度？压力太大了。那时候我到美国去啊，我哪怕是 waiter， 我都不要拍电影。后来有香港导演找我拍戏，他们把我转成一个新的林青霞。我在拍《刀马旦》的时候，徐克问我，他说：“你过了30岁有什么不同吗？”我说：“一定要变得快乐。”将生儿来志在大街头，尊一声国王的头，听从头，叫一声劫差差点头。但我很好奇的是，如果你没有演电影，你现在在做什么？做饺子店老板娘吧。我的人生，我60岁之前是一个我，60岁之后，我是一个重新的生命。所以，那你今年几岁？8岁咯。有请第60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永远的林青霞。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我从千里之外归来，在生我养我的地方，获得电影界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我把它献给我的母亲、父亲，他们为了我辛苦拍戏，不知道操碎了多少心。此刻在天上，他们必定感到莫大的欣慰。我把它献给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多么的爱你们。17岁从台北市西门町走入电影圈，22年里，我拍了100部戏，跟上千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合作。如果没有你们，你们功劳莫大的功劳，要谢谢你们。在电影事业里，有几位对我有关键性影响的人物，我要在此谢谢他们。谢谢琼瑶姐，她的第一部小说《窗外》成就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在70年代，几乎我最卖座的文艺爱情片都跟琼瑶姐有关。谢谢80年代电影公司《窗外》的导演宋纯寿和郁正春。如果不是郁正春锲而不舍地到家里来说服我的父母，我不会站在这里。谢谢朱延平导演，在我从爱情片转入武侠刀剑片的阶段，您为我设计了许多不一般的喜剧角色，而且步步都迈得满堂红。谢谢徐克导演，把我从纯情玉女转变成江湖第一高手的东方不败。在电影圈的日子里，我结识了2位知心的好朋友，施南生和张淑平。施南生总是为我获得的荣耀感动落泪，并且不时地指导我人生的方向。张淑平把我从乡下土包子变成窈窕淑女。哎呀，一讲窈窕淑女我就不窈窕了。OK， 好，那最后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先生和我3个女儿，他们总是默默地支持我，从心所欲地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成全了今天的林青霞。现在我又站在33年前获得金马影后的舞台上，这座终身成就奖带给我无比的鼓励，让我更有动力迈向下一个新的里程碑。谢谢大家，谢谢金马奖，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禾夏叔。叔啊，今天有点感冒，还没有完全康复。如果今天的声音品质和往日有所不同，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多多担待。刚刚我们看完的这个画面是在上个礼拜才结束的金马奖60周年的盛典。60在我们中华传统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人到60一定要过60大寿。
那么金马奖迎来了他60岁的生日，在这一次的生日宴会上，他把最具分量的终生成就奖献给了我们影坛的东方不败林青霞小姐。这个画面非常让我感触，尤其是李安大导演念完他的致辞，林青霞女神仿佛带着仙光一般从幕后缓缓走出，依然是那样的雍容美丽华贵，让我们这一代人内心五味杂陈，既感慨电影是那样的光波流离，给我们记录了多少美好的岁月，同时内心也充满了惋惜。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华语电影盛典，它如今已经被中共彻底封杀很多年了。中共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手段，勒令所有艺术工作者不许参加金马奖，否则将失去大陆的表演市场。这样去斩杀一个为艺术而生的金马，中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吗？不能，只会让华语电影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电影奖项都没有。不信您放眼中国内地影坛，现在还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电影艺术专业水准的奖项吗？完全没有。也许有人听到这里会不服气，想怼我说，我们还有金鸡啊。说到金鸡，我相信但凡有一点点观影经验和对电影艺术有一点点尊重的，哪怕是电影的影迷，都会感觉到无比的羞耻。那是电影奖项吗？那个奖项本身它的利益尊重电影吗？所有能够受邀的嘉宾，前提必须是在政治上绝对站队到中共的文艺工作者。每一个艺人穿着昂贵的华服，走在中共金鸡特有的进行曲的背景音乐之中，每个人在台上正襟危坐，所有的座椅顺序完全来自于论资排辈儿，每个人都像训练有素的提线木偶一样，用那种炙视的眼神望着舞台之上，无论这个人是谁，他应不应该得奖，他得奖的行为是否已经到了滑稽的地步，台下的人都要看在党国的面子上，拍出机械化的掌声。每一个站上领奖台的获奖者，首先就是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组织，感谢领导，感谢所有从来不参加艺术创作的人，最后才敢零零星星的感谢一下剧组的同事同仁。而就是这样一个毫无含金量，基本上等同于文宣队分猪肉的烂奖，还动不动就给你下一个双黄蛋，这就是中国小粉红引以为傲的金鸡奖。我就更加不能理解那些每天在网上嘲笑台湾、吐槽金马奖星光暗淡的小粉红们，你们还要点逼脸吗？第一，如果你硬说金马奖的星光暗淡，那它是为什么暗淡的？它是被政治威胁的暗淡，这样的竞争光彩吗？更何况金马奖真的星光暗淡了吗？金马奖的星光只不过是在大陆消息完全不对称的墙内网友的心中暗淡了。而失去了大陆，甚至是失去了香港市场的金马奖，这些年不但没有从影坛消失，反而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我们过去可能很陌生，但才华却无比卓越的电影人。只要你有才华，你就可以身披金马，在电影界拥有你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胸怀和这一份公平，内地哪个奖项曾经做到过呢？我前几天曾经和一个好朋友这样 battle 过，我反问他，星光是从何而来？
是从无数优秀的电影作品中折射出的星光。如果连优秀的作品都没有了，再多钱烧出来的流量也不过都是泡影。但只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有一个自由的土壤，去提供给更多的年轻人创作的机会，表达的自由，无论今天你有几个观众，你迟早会绽放出才华的魅力。说到台湾啊，我一直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方土地的感受，但是我总认为这个话题好像过于冗长或者是过度复杂。我第一是担心它的时长，第二我也担心自己的语言是否具备描述台湾的这份能力。但是今天书抛开那些大历史的大视角，就从一个普通的大陆人去过4次台湾，真真切切的感受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人生第一次去台湾是2016年的春节，在此之前我本人受台湾非常多的文化影响已有足足的30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能够去到宝岛台湾。于是乎2016年的春节之前，我和我当时的小男友商量，想不想去台湾，是否会感觉台湾很神秘，不如我们去那里过年如何？相信那里和我们毕竟同根同族，过年的气氛应该是比较温馨和温暖的。于是乎我们两个就开始办理赴台手续。叔在这里仰天发誓，办理去台湾的手续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比去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都要复杂。我中间几度崩溃，甚至想过算了，拉倒吧，但最终还是咬着牙把这些手续给死磕了下来。第一次去台湾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深刻，我选的饭店叫做圆山饭店。如果有很多路过本频道看到本期节目的台湾同胞，此刻一定感到不可思议，想问我，你到底是哪个年代的民国人呢？你为什么来到台湾要住圆山饭店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在去台湾之前已经对台湾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了足足有10来年的时间。那在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圆山饭店这个建筑算是曾经台湾一个重要的地标。然后在我们看过的非常多的台湾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之中，圆山饭店都是某一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所以为了遵循这份具有古早味的仪式感，我特地选择了圆山饭店。它的设施有那么一点点的老旧，但还好，那个红红火火的大堂确实充满了中国的年味儿。但我当时那个年仅21岁的小男友，他不这样认为。他在整个的头3天就一直跟我吐槽，他说他再也不会来台湾了。我就问他，为什么再不来台湾了？他就跟我说，台湾真的很破。那我就问他，我说亲爱的，台湾哪里破了？他就说台湾的楼都非常的老旧，台湾的市容都破败不堪，台湾也没有北上广深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蛮高大上的娱乐场所。我没有反驳他，因为我相信孩子的这一份感受代表了70%大陆第一次赴台的游客心态。第2次去台湾是隔年，既然第1次去的感受也就是平平淡淡，仿佛走了一趟中国的福建省，那么为什么第2年我就又去了呢？因为我重温了一部老电影，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是过去华语100年影史那几个顶端级的丰碑之作其中的一员，它就是杨德昌导演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个电影我10几岁时候看过，20几岁的时候看过，30几岁的时候我下载了那个长达3个多小时的导演剪辑版，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对着已经数码修复过的高清影像，又一次重温了这一部残忍、克制但内心后坐力极强的伟大作品。看完这个作品以后，我就内心有一种欲望，我要去台湾找到这种氛围，趁着这股历史的余味还没有距离我们这代人彻底的烟消云散。于是乎我又开始办起了那个超级复杂的赴台手续，于2周之后提起行囊，再一次奔赴台湾。这次在台湾接待我的人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应该也认识，叫伊能静小姐。她的家坐落在台北东区的繁华地段之内，只要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很多潮牌店，都是年轻人喜欢逛的地方。在这些潮牌店之中又夹杂着很多几十年的老铺子，什么卖卤味的，卖鸭爪的，卖各种小零食的。伊能静就带我一间一间的逛，一间一间的吃。有一天夜里我还问过他，你难道不需要化个妆，你不需要戴个墨镜吗？他说戴什么墨镜啊，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我就是在这长大的，哪一个摆摊的阿嬷不认识我啊？我跟他们都很熟的，不怕被人看见。我说哦，很多小店的老板跟他也完全的不见外，既没有看到明星的那种猎奇感，也不会对他有特殊的礼遇，最多就是淡淡的跟他说一句，伊小姐你又来了，然后给我们拿2只那种一次性的筷子，你所有买的卤味与食材就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撒几把佐料哗啦哗啦搅拌丢给你，旁边有塑料桌子、塑料椅子，每一个路人都蹲在那里吃，我们俩也就在那里吃着这些看起来并不是很高级，但味道极其鲜美、十分上瘾的台湾小吃。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我有一点喜欢台湾了，甚至我有点喜欢上了台湾的夜市。于是乎那段时间我大概起跑了差不多有6、7个台湾夜市，每天晚上都要换一个夜市去逛。按说夜市卖的东西都差不多，去干嘛呢？不干嘛，就是走走看看，就是逛一逛。如果实在无聊了，我可以去按摩，我可以去足疗，足疗按摩按得我皮都快掉了，我就去算命，因为每一间夜市都有非常多的算命档口。尽管我知道大部分人算的并不准，但我仅仅是想花一点点钱去跟那个台湾有趣的算命师聊聊天，听一听他们如何描述台湾的真实生活，也想听一听他们如何去畅想那个他们大部分人并没有去过的中国大陆。第3次去台湾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因为那一年的夏天在中国大陆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战狼2》。这部电影在艺术的角度上可能一文不值，但是在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中国社会发生的一次大型的历史事件，甚至它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一次重要转折符号。这部电影一经上映便在全国掀起了轰动，影片那种浓重的政治意味迅速被中共所利用，于是乎铺天盖地的赞扬，迅速就把吴京捧成了新一代的爱国之神。在那段时间，所有质疑吴京艺术水准的人全部在网上要被禁言甚至封杀。
我记得当时一位中戏任教的老师，完全是站在表演和导演的艺术角度上，对这部电影进行了剖析。他不但被封杀了所有的网络账号，甚至他的职业也就此不保。大家知道，越是在强势的高压之中，就越有人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于是乎，当时还算是有风骨的一些自媒体人，就顶着被封杀的危险，还是对吴京本人和这部影片的艺术水准提出了一种质疑。其中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就是吴京的妻子谢楠是否拥有美国绿卡。因为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在中国的娱乐圈里面，大部分人都拥有海外身份，甚至很多人的孩子就是在海外出生的。那他为什么要挺着大肚子跑到海外去生孩子？难道大家心里不知道吗？那个孩子拥有了外国的身份以后，你认为他的父母再拥有一张美国绿卡，难道这件事情不正常吗？很正常，而且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有一天，我就在一片赞誉吴京的微博评论里面质疑了某一个粉红。我没有单独发微博，我只是在评论区里面质疑了那个人。我就反问他，既然吴京又红又专，那么现在网上传他的家属拥有美国身份，他为什么不出来解释一下呢？好家伙，我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评论就被人截了图。截了图的几个小时之后，所有的营销号统一的发一模一样的文案，就说我诋毁吴京。说我诋毁吴京的用心并不仅仅是诋毁吴京，而是恨国。大家听一听这个逻辑。我在评论区里面问一个网友，吴京到底家属有没有美国绿卡？这个到底是诋毁他什么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嘛，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心虚什么？可是所有的营销号带节奏的时候，你觉得人有还击之力吗？就即便是我巧舌如簧，有还击之力，但是在隔天，我的微博就迅速被禁言了。没有理由，我也无处去问为什么。我只能看着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恨不得把我这个反贼挫骨扬灰。我是反中国了，还是反中共了，还是我反中共的党魁习近平了？我完全都没有啊！我只是质疑了一个普通的中国艺人而已。为什么这个中国艺人就可以等同中国？为什么他的作品就那么的不容置疑？为什么所有对他画问号的人就等同于恨国恨党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断定，这种偶发事件就是未来这个国家的常态。于是乎，我就又买了一张去台湾的机票。反正要被禁言1个月，不如这段时间去台湾这个自由的土地上散散心好了。那段时间在台湾，我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观光客，不需要再去打卡那些所谓第一次来必须要去的网红景点。我每天在酒店里睡到自然醒，醒来以后吃一点点小吃，下午就去逛一个地方，叫做诚品书店。那个氛围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在诚品书店里面可以买到很多台湾人认为这不过就是基础的书籍，但在大陆你永远看不到的违禁作品。我一翻就是小半天的时间，
晚上就问一问那些同在台湾的大陆游客有什么安排没有，还真有。他们每天晚上的安排就是去台湾的酒店嫖娼。说到在台湾逛窑子的这段往事，我现在想起来依然是感觉到全身都是鸡皮疙瘩。叔可得好好的给你们科普一下台湾的窑子长成什么样。在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总之是一辆车把我们一群人载到了那个大厦的门口，有几个马仔出来接应我们，由一个台湾当地的人负责带领和招待。我们进入了电梯，电梯打开之后是一个大厅，大厅里面站满了赤身裸体的妙龄女子，她们每一个人几乎一丝不挂，全身上下唯一能够看到的布料就是一个丁字裤，而且后面那个钉子深深的卡到两个臀之间。遇到这种场面，天哪，我这样一个 gay 真的是傻掉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就有晕逼恐乳症。虽然我年轻的时候说过我有晕逼恐乳症，在大陆一顿被臭骂呀，就说我丑女丑女。可是丑女是什么？是心理上的仇视。我是 gay， 我晕逼恐乳，这是生理反应，这怎么能跟歧视挂上钩呢？就好比您爹是一个大直男，那你让另外一个大直男甩着自己那个又粗又长的鸡鸡在你爹的面前晃来晃去，请问你爹是感觉到恶心还是想含下去呢？如果他不含下去，是否那他就丑男呢？所以在这儿我再解释一遍，我本人并不丑女，但是由于我是一个先天浓度非常高的 gay， 我对于女性的生殖器官是有不适反应的。能够理解吗？就是我和所有的姐妹们可以谈心，可以做最好的闺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坦诚相见，因为这是我的本能。可那一晚上，面对数百个一丝不挂的女人，我从大堂走进包厢的那一串路，仿佛走了1万多年，因为走廊就只有这么窄的路，而我要从中间穿到最里面的那个包厢去。你知道我的余光看到的是什么吗？就是一排一排的奶头就在我的这个位置，你知道吗？那个走廊本来就窄，我就感觉到说，如果我走的不是足够的垂直，我就会碰到他们的咪咪。于是乎我就这样的走路，你知道吗？我夹着肩膀就这样的低头往前走。我后面所有的那些大陆直男，哇，口水都喷出来了。只有我像一个虾米一样，就这样子的往前，赶紧的踱步前行，冲到包厢里面去。结果一进了包厢里面，可倒好，有几位台湾当地的大哥要招待我后面的那些直男，人家把鸡都给点好了，至少有7、8只。这7、8只进了包厢以后，就连丁字裤都脱了，只是一丝不挂的脚踩一双高跟鞋。这些裸女坐在这些直男的腿上，而这些直男在干嘛？这些直男左手端着酒杯，在吹着各种两岸三地的牛逼，右手的中指插到对方女性的阴道里面，抠啊抠，抠啊抠。我看到这个画面，我三观尽毁。而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于两岸的文化从业人员，谈着影视剧的创作，谈着主旋律的影片应该怎么拍摄，谈着现在什么内容出版物能够卖得好一些。
并不是我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因为我平时也经常逛男色的风月场所，但那大多是1对1的。就这样一群一群的搞，我还真的很少经历。就当我目瞪口呆的盯着 KTV 的那个屏幕，想说我不要看他们的时候，有一个裸女啪嚓一下就坐在了我的腿上。坦白讲，我那一刻老紧张了，你知道吗？因为她一丝不挂，她坐在我的腿上的时候，她的2个阴唇就正好粘在了我的裤子上。我那一刻非常非常的崩溃，我就在想说，这个裤子我今天第一次穿，而且这是一条白色的裤子。那你如果不穿内裤坐在我的腿上，你的分泌物是不是都染了我的裤子了？那我这裤子还能要吗？面对一个女人坐在我的腿上投怀送抱，我在纠结的是我的裤子还能不能穿。 Oh my god， 我真的是弯的和 U 型锁一样。这个时候我一个比较熟的朋友就出来给我解围，他就跟那位小姐说，你先不要坐在她的腿上，她跟我们不一样。然后呢，我就举起酒杯去敬一敬这些风月场上的姐妹，我说各位姐妹大家好，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我是一个同志，所以我玩不了这个，你们呢陪着大哥们慢慢玩就好了，我就吃东西唱唱歌，你们不用管我的。于是乎就有2、3个姐妹，嘿，还就搬着椅子坐过来了，说哦，原来大家都是姐妹啊，那我们就跟你聊一聊了，在我们台湾很开放的，我们台湾很多 gay 的，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啊。他说我们台湾啊，同志婚姻就快合法化了，你知道吗？知道啊。他们就说我们是从来不歧视 gay 的哦，所以你也不要歧视我们做这份工作的哦。我说各位姐妹们绝对不要误会，可能很多人都想做这份工作，但是因为没有您这样的容颜和身材，他想做还不够本钱呢。只要没有伤害别人，利用自己赚钱，那都是辛苦钱，花的都很光荣，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歧视，请你们放心。这个时候旁边那几桌的中国大哥就喝高了，喝高了以后就开始放声的吹牛逼，主要的牛逼就来自于说我们内地那多强悍，我们内地那多发达，我们内地有这有那，你们有吗？你们湾湾有吗？由于招待他们的人都是有求于他们，所以也就只能自我贬低，去迎合他们的牛逼。可是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席间有一个风月姐妹啪嚓站起来了，拎着一个酒瓶子就朝那大哥走过去了，跟他说，先生，我是没有去过大陆了，听说大陆很发达，我也知道大陆现在很多人很有钱，因为我们这里来的很多客人都是大陆客，但是大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嘞，大陆有这有那，可是我们这里有自由，你有吗？我当时瞳孔都放大了，你知道吗？各位亲，这是一个妓女一丝不挂，拎着酒瓶子说出来的话，振聋发聩。当时全场的人都沉寂了，就连那个半醉半清醒的大哥也不知如何回应这句所谓的玩笑话。这个时候，我把自己的酒倒满，站起来，对这位江湖姐妹说，妹妹，您说的没错，大陆也许什么都有，但它就是没有自由。人如果失去了自由，他就是别人圈养的一个畜生，不管这个畜生是住在金笼子里还是草笼子里，他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来，咱们为了自由干一杯。